白乐啊白乐，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这辈子都难以得到如今的荣华富贵呢。夏柳，我对你积极，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都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我可没有逼你。你如今落得这个下场啊，都是你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你难道忘了，你这个不孝子，可是把你亲爹都给活活气死了？逆子！我白青松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偏偏迷上那样的一个女人，竟然还要接盘给她养孩子！从今天起，我没你这个儿子。虽然她怀了别人的孩子，可是我不介意，我可以为她放弃一切，包括白氏集团的继承权。闭嘴！不介意，我介意呀！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废物？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你给我滚！我不想再看见你！爸！废物，我还真得好好感谢你啊！不仅帮我养孩子，还让我获得这泼天的富贵。我看现在在江海，还有谁敢跟我在作对？对，我就是喜欢你现在这个表情，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我实话告诉你吧，是我派人对你的车动的手脚。免得你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到了下面投胎的路都找不着啊！白乐，你是不是很意外？你不会真以为我会为了你这个死舔狗而离开阿天吧？先少怒，既然想做到你这份上，那也是没谁了。我呢，会好好的替你接管白氏集团。是我的张氏集团啊！这天，你们这可怕的，如果人是一定会不学之限。我没你这个儿子！想做到你这份上，那也是没谁。白乐，我怀孕了。我真是重生了，回到了我来机场接她的这天。白乐，房倩。白乐，你现在已经看到了，她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你为什么还不放弃？前世只有房倩真心待我，可我却为了夏柳那个贱人，一次次把她的心伤透了。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世，这一次我绝不辜负房倩。房倩，你先回去啊，我还有点事要办。白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滚过来帮我拿行李啊！来，这是给你的花。你怀孕了，要多注意身体。你放心，一切有我呢。来，夏柳，上一世我被你骗走了一切，还被你跟张天联合起来谋害致死。这一次，绝不放过你们。白乐，你能帮我找张天吗？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白乐就一屌丝，那有什么本事？我让他帮忙是不是傻了？哎，你放心，我现在帮你找。如果找不到，你生下来，我帮你养吧。不行，他的孩子你不配养。夏柳的话都说到这份上，这回白乐总该醒悟过来了吧？你看，你现在还怀着孕，又一个人，孩子的父亲又不在身边，你生下来，到时候衣食住行我来安排。白乐，你疯了！凭什么他怀的又不是你的孩子？你怎么就这么傻？他想帮我养孩子，我还不乐意呢。
我孩子的父亲可是白氏集团海外分公司的总经理，他白乐凭什么跟他比？他配？哎呀，冯倩，对，夏柳，你别生气，你知道的，我一定会对你好。对我好？你拿什么对我好呀？哎，你看这样行不行？等孩子生下来，我跟孩子一个姓。这孩子我必须生下，不然根本留不住张天的心。现在张天不在，确实需要这个废物帮忙。你想帮我养孩子可以，但是我们必须约法三章。第一，无论你是借款还是贷款，或者是卖血，必须给我和我的孩子优越的条件。第二，等孩子生下来，你必须得给孩子一个姓。第三，等张天回来了，你必须马上来，免得被他误会。好，没问题，这要求我都答应。排了这天狗，我随便使唤，还能让他心甘情愿的接盘。你冯大校花不会如此，拿什么跟我比？白乐，你简直无可救药。冯倩，对不起，上一世是我眼下没有好好珍惜你，这也是我绝不负你。但不是现在，我必须要让夏柳张天血债血偿。夏柳，为了好好照顾你和肚子里的宝宝，你今晚回去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下呗，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白乐，我给你机会照顾我和我的孩子，你还想跟我登记结婚？你别得寸进尺啊你！不，你误会了。这个死舔狗，应该没这个胆子敢这么做。我在想，总不能委屈你和孩子在外面租房子住吧？你的意思是，你要给我买房？对，你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我才好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对一个孕妇来说，最大的保障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呀。白乐就一穷屌丝，哪来的钱给我买房？不就是想增加我对他的好感？真是让人感到恶心。白乐，你敢抓我？你上学的那会儿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还有钱给我买房？别骗我了你！不是，我家前段时间不是拆迁吗？有一笔拆迁款到账，我现在有钱，很有钱，我只想对你好。白先生，以你夫人名义的贷款合同已准备好，每月只需还款15万左右，您代他签字就行了。白先生，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栋别墅风水不好，还死过人。哼，不，我就要这套。夏柳，这房产证上面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别墅是我花了我所有拆迁款的积蓄，全款给你买的。全款买的啊！白乐，这别墅我一个人住太冷清了，我想把我妈还有我弟弟一起接过来，没问题啊，没问题，都依你的，只要你开心，怎么样都行。这房子可真气派呀！真是太好看了。哎呦，真是不错。4栋连排，这多气派啊！你给我买一栋吧。白乐，嗨，你怎么在这儿啊？白乐，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就你这穷屌丝样，我姐怎么可能瞎了眼看着你啊？瞧你这个穿着打扮，也配跟我女儿在一起？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我劝你啊，赶紧消失，别再纠缠我们夏柳。好了，都别说了，这栋别墅啊，是白乐全款给我买的。什么？全款？是这样的，老家房子刚拆迁，然后手头有点拆迁款，就给夏柳全款买了这个房子。这个好，这个好。艾玛，我带你进去看看。看看。
哎呦，这房子可真气派！我看这别墅啊，至少得2000万吧。他全款买就算了，这房产证上居然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这回这个白乐呀，总算办好了一件事儿。这个白乐，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还不是我给他机会，他给我买房子，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既然这白乐是姐姐的舔狗，反正这笔拆迁款，白乐这废物肯定花不明白。不如咱们把他的拆迁款全都套过来。对，好女儿，这个白乐你一定好好吊着他啊！妈，就放心吧，以姐姐的手段，白乐这个废物还不是心甘情愿，双手奉上全部拆迁款。白乐，哎，我闺蜜叫我出去逛街，我给你一个在我和我闺蜜面前表现的机会，你给我转钱，就当做你给我们买单了。把你手机给我。好了。20万，你给我转了20万，20万够不够？不够我再继续给你贷，继续给你转。勉强够用吧？你在家随时等我消息啊，路上小心啊！上一世不仅把公司财产全部都转移到你名下，甚至还把我爸活活气死，这笔账我一定要加倍奉还。白乐，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夏柳她不配你对她这么好。前世我被夏柳这样天真的狗男女孩的家破人亡，只有房间对我始终如一，不离不弃。这些年，你辛辛苦苦打零工，省吃俭用，跑夜场替人喝酒，各种透支身体，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给了他，可他呢？白乐，你来我公司吧，我相信只要你肯努力，一定可以胜任我给你安排的职位。房间，再等等，很快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了。白乐，赶紧滚过来！我就要生了！我马上来。夏柳，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鸡汤。我生完孩子再喝，你在外面等我。你要记得你答应过我的，我生完孩子，你要给我和孩子一个惊喜。我怎么会忘呢？惊喜早就给你和孩子准备好了。夏柳，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夏柳，接下来迎接你的将是无穷无尽的噩梦。走吧，这里没我们什么事了。白乐，你不是什么？真以为我是大院长接盘侠？所以你是故意的？我等的就是这一天，想让我给他接盘养孩子，做梦。想什么呢？走。所以你之前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骗夏柳，把孩子生下来？没错，我就要让夏柳知道什么叫人心叵测，人间冷暖而不自知。我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你对夏柳处心积虑的心思，要是能分给我一半就好了。是时候给方谦一个交代了。方谦，以前是我辜负你，从现在开始，以后永远我们都不要分开了。哎呦，我这乖孙儿啊，真可爱，白白胖胖的。多亏白乐那个接盘侠大冤种，他就该用他的花不完的拆迁款，好好养着咱们一家。对了，白乐呢？白乐，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夏柳，你不是一直想要惊喜吗？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大惊喜，以后
别来烦我。什么？女儿，怎么了？姐，该不会是白乐跑了吧？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Sorry， 你这个畜生！白乐跑了，除了那栋别墅之外，我身无分文，能帮我养孩子的也就只有妈和弟了。啊，白乐跑了，这不可能啊！都全款给你买了套别墅，有必要跑吗？该不会是姐把白乐的拆迁款全部花光了吧？啊！哎呀，都怪你不把钱当钱，也不知道把白乐转给你的那些钱都从我这儿，这下我看你怎么养孩子。没事，我还有白乐给我买的别墅，只要把别墅租出去，我就能养得起孩子。快点，快点！哎，你们干什么呢？谁给你们胆子敢动老娘的东西？难道是白乐回来了？你就是业主下流。没错，我警告你们，把我的东西从哪搬出来的就搬回哪儿去，不然我告你们私闯民宅，后果你们承担不起。贷款不还，房子收回，请夏小姐你及时还款，否则我们将对你起诉，并申请冻结你名下的所有资产。这是你的贷款合同。什么？贷款？女儿，你不是说这栋别墅是白乐全款买给你的吗？白乐是这么跟我说的呀，难不成他在骗我？要我说，这白乐压根就没什么拆迁款，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白乐就是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背上贷款，养不起孩子。白乐，等阿天回来，有你好看的。您的贷款已逾期，请及时还款，否则我们将对你提起法律诉讼。夏柳，这事儿你自己解决，我也没办法帮你。姐，我跟妈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啊。对。我这1个月的20万贷款，我一个人怎么还得起啊？夏柳女士，您所欠的贷款已严重逾期，请立刻还款。别再给我打电话了，钱又不是我贷的，你们去找白乐，他骗我贷的款，又不关我的事，送我滚！白乐，我和我孩子的人生都被你给毁了，我要你不得好死！爸妈，我们回来了，这是白乐，我男朋友。伯父伯母好，我是白乐。坐吧。哎，刘阿姨。哎，等等，白乐，你应该知道，倩倩是我们家独女，我和她母亲啊，一直视她为掌上明珠。你一个黄毛小子，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家倩倩啊？你们自由恋爱，我们确实不反对，但也要讲究门当户对。爸妈，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说好了只是见面吃个饭。伯父伯母，我知道房倩是你们的宝贝女儿，想要娶她，必须得达到你们的要求。你们有什么条件，直说吧。白乐，你的情况我早就派人打探清楚，我的要求不高，就500万彩礼。别说我们不讲情面，给你1个月时间，要是1个月内你拿不出500万，那就不要和我们倩倩再见面了。爸妈，你们怎么能……好，1个月内拿出500万是吧？就这么说定了。白乐，这顿饭我就先留着不吃了，时间紧迫。房倩，你也好好留着陪伯父伯母。我先走了。白乐，站住！哼，本事不大，脾气不小。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凑够500万。1个月500万，他要是识趣一点，就知难而退。爸妈，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哎呀，倩倩，我跟你爸都是过来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我们可不想看着你跟这个穷小子吃苦。爸，我要继承集团。臭小子，终于迷途知返了，就是不知道这次你的回归彻不彻底。召集国内外所有分公司的高管，邀请各界名流，我正式宣布，白氏集团新任继承人回归。什么？小柳给我生的是个男孩？他母子在什么地方？好，我现在过去。阿天，是你吗？你在别墅呢？怎么住在这种破地方？我被白乐那个王八蛋给骗了，都是白乐害了我。阿天，你一定不能放过白乐那个畜生！白乐，都怪白乐那个混蛋，让我背上了贷款。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只能把我们的儿子送到孤儿院了。白乐，竟敢让我儿子受苦，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阿天，你这次回来是为了我和儿子吧？这次回国主要目的是参加白氏集团新任继承人交接宴会。我作为集团海外分公司高管，受邀参加此次宴会。白氏集团的宴会，那你能不能带我去啊？我想去见见世母。参加此次宴会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要是看在你给我生个儿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理你。不愧是白氏集团，只是一个简单的宴会就办得如此大手笔。这次宴会是为白氏集团少爷的回归特意准备的，十分荣幸能够看到这位气宇轩昂、眼悟绝伦的人中龙凤。听说这次不仅为了庆祝他的回归，也要宣布白氏集团的新任继承人。张经理，好久不见，您还是如此的气度非凡啊！过奖了。白氏集团海外分公司在张经理您的带领下飞速发展，离高升肯定不远了。到时候您可要多多关照我们呢。是啊，是啊，一定，一定。阿天，没想到你这么有实力。废话，现场大人物多如星斗，但我可是白氏集团海外分公司的总经理，也就是这场宴会的主人公之一。白乐，我记得我没有邀请你吧？你怎么在这儿？你不好好跑路还敢出现？这是白氏集团的宴会，不是你这种废物穷屌丝能参加的。你都能参加，我怎么不能参加？很好，我正要找你算账呢，你必须为你之前对我和我孩子做的事付出代价。我付出代价？我还没找你算账，你要不要脸？这些年我给你花的钱，我可是记得明明白白的。那都是你这个死舔口心甘情愿给我献殷勤，还想要回去？你做梦！喂，你就是白乐啊？你是？我呢，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我给你机会让你帮我养孩子，你却跑路了，害得我孩子受苦受累。白乐，真他妈该死啊你！哦。原来是你啊！把人家肚子搞大就玩消失，乱跑路，我得跟你学呢。跟我学？你他妈什么东西也配跟我学？白乐，你这个死舔狗无情无义！我生完孩子你就跑，还敢拿我的身份信息办网贷、办房贷？怎么？不是你要我给你准备惊喜了吗？不满意？不喜欢啊？给我站住！老爷，少爷之前一直照顾的那个怀孕女人出现在宴会现场，并且孩子的父亲也在，都来了。老爷，要安排人处理吗？
不用，我倒要看看这个臭小子怎么应对这个局面。白乐，你现在只要把我的贷款还清，再给我跪下磕头道歉，还要按照你当初说的那样，每个月给我孩子10万块的抚养费，再把你的姓改成跟我孩子一样的姓，我就可以大发慈悲，对你既往不咎。这怎么回事？他怎么拿女方信息贷款拿钱花？生了孩子不养，就是个畜生。孩子不养就算了，还做这么下贱的事，是谁把他放进来的？我真是不明白，你哪来的自信，会觉得我会跟你儿子一个姓？孩子又不是我的，我凭什么给你养？啊！哎呦，原来是想让人强行当接盘侠呀！用你的身份信息贷款拿钱给你花，好套路。真是人间清醒，想花我的钱养别人的孩子，门儿都没有。白乐，你拿我的身份信息贷款就是违法犯罪，信不信我一通电话分分钟把你送进去吃牢饭？除非你立马替我还清所有贷款，否则你别想让我原谅你。别，你可千万别原谅我。我问你，给你的房子你住了没有？给你贷的款你花了没有？你和你姐妹天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大手大脚挥霍的时候，可在我身上花过1分钱？回答我！看看，这是你的贷款记录和消费明细，给你贷的款每一笔都花在你身上，我没有动1分钱。贷款剩下的钱，我全都给你拿来还了房贷。怎么，我一走你就各种逾期断供？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你自身的问题？还有，你自己花钱大手大脚，不把钱当钱，现在还有脸来反咬我一口？原来是这个女的自己作的呀！房子我是住了，钱我也花了，但我又不知道那是你贷款得来的，也不是跟我说那是你的拆迁款吗？你这就是诈骗！你的意思是花在你身上的钱必须是我的钱，那才不叫诈骗？那不然呢？当初是你求着我给你机会帮我养孩子的。你看见了吗？我求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你一个天天在家一无是处的无业游民，凭什么觉得自己住得起2000万的房子？是我拿我的信誉给你贷了，结果呢？你还逾期违约害了我。白乐，当初是你答应给我买房帮我养孩子的。我答应你，孩子又不是我的，凭什么我来当接盘侠给你养？凭什么？让你帮我养孩子是对你的恩赐，是让你这低贱的下等人得以抬高身份，懂吗？白乐，我劝你现在赶紧求饶。我老公可是白氏集团海外分公司的总经理，不是你这种废物惹得起的。她老公那么厉害，白氏集团的总经理可是万人之上的存在啊！这小子玩套路玩的虽好，但可惜啊，把自己给玩进去了。现在已经不是事关对错，他自作孽不可活呀。白乐，只要你把下柳的贷款还清，并且下跪磕头，再把你的姓改成姓张，我可以让你原谅。白氏集团的张经理是吧？你把下柳肚子搞大，跑到国外不管不顾，这样的畜生行为，你不怕人尽皆知？你这个接盘侠还真是会诬陷啊！你看我跟我老婆这么恩爱的样子，像是对她不管不顾吗？确实恩爱。你在外面乱搞，生了4个女人，要不是下柳这个贱人给你生了个儿子，你会管他？哇塞！怎么，你羡慕嫉妒啊？我不过就是博爱一点，怎么了？再说了，他们都是自愿给我生孩子的，这是我的魅力，你这个废物管得着吗？白乐，你别挑拨离间，我知道你喜欢，你设他让我背上贷款，不就是想得到我吗？不过我告诉你，只要有阿天在，我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你哪来的自信？该不会脑子有问题？谁敢在白氏集团的宴会上闹事儿？马总监，就是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野种，敢在这宴会上闹事。这可是白氏的宴会，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这种底层的渣渣也敢混进来？白乐，我
我劝你赶紧认清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宴会，像你这种人，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我奉劝你识趣点儿，现在跪下磕头道歉。你们说这是白氏集团的宴会，那我也信吧。你们怎么就知道我跟白氏集团没有关系？就你，那我还姓马呢，我是不是和马首富也有关系？你不会被吓得神志不清了吧？竟然敢冒充白氏的人！这下完了，本来只是场闹剧，现在可没那么简单了。牵扯到白氏集团，怕是要被海氏除名啊！就冒充白家人这一点，他这后半辈子怕是翻不了身了。敢冒充白氏的人，我今天就替白鹿踩死你这只蝼蚁！来人，把他给我插出去！我今天就坐在这儿，看谁敢动我！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真是活腻了！住手！白总，您怎么过来了？怎么回事？白总，就是他，敢冒充白氏集团的人，还敢在这闹事。白乐他擅闯宴会就算了，还胡作非为，那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啊！白总，这种蝼蚁交给我处理，包你满意。你怎么坐在这里啊？没个正经！白乐，听到了吗？你惹怒了白总，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但凡你一开始就给我们乖乖的磕头认错，现在好了，白总叫你滚，你还敢在这装模作样，找死！爸，我回来了。什么？白总是他？难道他真的是白总的儿子，白氏集团的继承人？怎么可能？说白了，这小子就是一个大冤种，接盘侠。他要真是白少，我直接吃。白乐，你疯了吧？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叫做爸的这个人，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岂是你能攀上的关系？我看你真是演戏入了神呐！竟然敢冒充白家的人，就你还妄想抱白家的大腿？要我说，你姓白就是对白家最大的耻辱。爸，好久不见。回来走。这不可能！白乐，你明明就是个穷屌丝、死舔狗，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变成白氏集团的少爷？怎么，我还要向你们证明我爸是我爸吗？刚刚你们几个怎么对待我儿子，我都有看见。完了，全完了！怎么可能呢？堂堂白氏集团的白家少爷，居然给我接盘养儿子，而且还答应孩子出生之后跟孩子姓。真的假的？这也太离谱了吧！这白少爷怎么这样啊？竟然要跟孩子同一个姓！看来这个白少爷不仅是个接盘侠，还是个无脑舔狗。这么荒唐的要求，你都能答应？太有失误！老爷，您消消气，少爷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我是答应你，只要他把孩子生下来，我答应一切条件。但我没说我要兑现。什么大别墅、优越的抚养条件、给孩子的抚养费，还有跟孩子一个姓，这些我都可以答应。但我又没花什么钱，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原来你是故意的。没错，我是故意的，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能获得这些？我就是要让你沉沦在虚无缥缈的繁华里，无法自拔，最终一无所有，众叛亲离。这小子总算是做对了一件好事儿。就算你是白氏集团白家少爷又怎么样？我的孩子我还是养得起的。对，白乐，
就算你现在变成白氏集团的少爷又怎么样？你不还是那个对我死缠烂打的卑微舔狗？这个世界没了你，地球还不转了？长天，这孩子你还真养不起。你有没有想过，凭你的资历，够格参加我们家的宴会吗？是你调回国的。算你聪明，海外分公司好几个项目对不上账，我想这你应该知道吧？这怎么可能？我明明很小心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从我答应给夏柳接盘开始，我早就找人盯着你的动向。长天，想要孩子可以把钱吐出，不然送你进去吃牢饭。阿天，现在怎么办呀？我数3个数，3。这笔钱我只能上交。好在白乐只查到这一点。白少爷，白少爷，我错了，我之前糊涂犯了错啊。这卡，那个钱都在卡里边，我现在就转过去。王叔，帮我把卡里的钱全部都转出来。白乐，你现在知道后悔，你早干嘛去了？还想让我给你养孩子？孩子又不是我们的，我凭什么给你养？站住！白少爷，是这2个贱人骗我的，我不是故意要针对你的。来人，这个人给我踏出去！白少爷，白少爷，不要！白少爷，白少爷！还有，把这个人也给我摁住！白乐这样针对张天，是不是因为对我还有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白乐，我错了，我之前不应该那样对你。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求你了。夏柳，你这是在干什么？白乐，我们在一起吧，我会好好弥补你的。哦，我们在一起？啊，还在一起？这臭小子，难道还对这女人有想法？我知道你对我心存芥蒂，我也可以给你生个儿子，1个不行，2个、3个也可以啊。你倒是还挺能生啊。白乐，之前是我的错，是我瞎了眼，没有看见你对我的好。不，夏柳，不是你瞎了眼，是我瞎了眼。就你还想嫁入白家，白日做梦！哼！现在你身负巨额债务，众叛亲离，好好享受吧。白乐，我要是知道你是白氏集团的少爷，我肯定不会这样对你的呀。来人，这女人给我带下去，让她自生自灭，谁都不能给她提供帮助，如有违反者，等于向我白氏集团宣战。不，白乐，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白乐，白乐，放开！这场闹剧到这就结束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好，白少爷好手段，干得漂亮！不愧是白少爷，如此隐忍，只为出一口恶气。白少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我正式宣布，白氏集团从即日起将由我儿子白乐全权接管。这该死的白乐，我只捞了几笔小钱，竟然把我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花走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什么都没了。别怕，我还留了个心眼儿，还有一笔钱足够我们应付一阵子。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呀？白乐那个废物还真以为能够拿捏住，他绝对想不到，我早就掌握了白氏集团的核心机密。一旦机密泄露出去，用不了多久，白氏集团将不复存在。但是就凭我们的能力，
怎么把白氏集团的商业机密给泄露出去啊？根本用不了我们亲自动手，能够对抗白氏集团的整个海城，唯有叶家，而叶家才是我真正的靠山。叶家，走。儿子，你打算就这样放过这2个人吗？这仇我肯定要报，不过不是现在。法治社会就让法律来制裁他们。前世张天和夏琳只是可有可无的傀儡棋子，藏在背后的叶家一直在暗中推波助澜，才导致白氏集团破产覆灭。也好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对了，王叔，你派人24小时盯着张天，一旦他有所行动，立马通知我。我这就去安排。这个张天有问题，你是故意放他们走的？留着有利用价值的炮灰顺藤摸瓜，说不定可以摸出背后放炮的人，甚至是他们的指挥官。白乐，上次的事儿是我爸妈对你有偏见，所以才那样对你。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让他们知道你的好。我理解，谁让你是冯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呢？哦，白乐，这张银行卡里有500万，密码是我生日。白乐，我知道一个月赚500万对你来说很难，但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哎，不管怎么样，这钱你先收着，留下应付爸妈再说。我这么做，他应该不会生气吧？王倩，你就这么急着嫁给我啊？才没有！你再这样，我不理你。500万我已经凑够了，我要是娶你，我就不能用你的钱，不然你爸妈就更瞧不起我。怎么，不相信我？我相信你。500万可不是一笔小钱，白乐该不会为了凑够这笔钱，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吧？今晚过后，白氏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将会就此湮灭，白乐这个废物也将会成为一条丧家之犬。本来还想让这个废物再多享受几年少爷生活，现在看来只能提前出手了。哼，白乐，等白氏集团破产，我看他还怎么想着。等白氏集团破产，白乐这个废物将会成为一条野狗，被我们狠狠地踩在脚下。恒哥，好久不见。恒哥，我们什么时候对白家动手啊？哎，不该问的你不要问，你只需要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就行。东西呢？哦，这个就是白氏集团最核心的商业机密，我可是好……哎，你话多了。恒哥，你之前答应我的这张卡里有5千，你今天晚上给我离开很市，不要被别人查到什么，以免坏了我的纪律。明白，明白。少爷，张天开始行动了。收网。有了白氏集团这份最核心的商业机密，这个白氏集团我唾手可得。恒少爷，要不要把这份文件交给叶总？要是叶总出手拿下白家，您可是立了头功啊！蠢货！这份文件现在在我的手里，我也能拿下白氏集团。只要我拿下了白氏集团，叶氏集团继承人也只有我一个，到时候整个海市我唾手可得。恒少爷，您太英明了。哎，徐总，我这有个合作，你应该很感兴趣。
白乐，他想干什么？都给我拿下！完了，我都不让你帮我养孩子了，你怎么还对我纠缠不休啊？白乐，真以为你们白家只手遮天，敢动我老婆孩子，我跟你拼命！放心，我对你的老婆孩子不感兴趣。那你想干什么？逼我跟你撕破脸皮？撕破脸皮？就凭你啊？我们是没那个资格。那叶家呢？你怎么知道我背后凤城县钓大鱼就是叶家？原来你是故意放我走的。算你聪明。长天，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背后做了什么吧？白乐，我有钱，这张卡里有5000万，我都给你，能不能放过我？哦，5000万呢？对，这张卡里有5000万。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啊？我是白氏集团的继承人，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钱。完了，这件事我都不知道，都是张天逼我干的。完了，这不关我的事，你放过我吧。夏柳，你这个贱女人！夏柳啊夏柳，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完了，你就看在我孩子还小的份上，你放过我吧，好不好？放心，你的孩子我会帮你安排到最好的福利院，把人带上，我要请他们看一出好戏。都来了，这不是白氏集团的继承人白少爷。今晚过后，还是继续当你的舔狗屌丝吧。说实话呀，在咱们二代这个圈子里，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死舔狗，哄抬股价的狗。哼，叶恒，你说这话代表的可是叶家。我当然代表的是叶家。告诉你，只要我成功收购了白氏集团，所有人都要称呼我为叶家家主。收购？哼，哪来的底气？就算你真的是叶家家主，也不敢啊！谁给你的底气？小乐，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叶家都敢直接上门收购我们白氏集团了，是不是你工作上出现了什么严重失误，让叶家抓住了把柄？宁叔，收购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着什么急？你该不会和他串通到一起了吧？谁知道你捅了什么娄子？我们作为集团的股东，当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权益啊！您的意思是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好，我可以让，但到底谁该坐上去呢？是明叔你，还是各位股东，还是叶家这个外人？都这时候了，还在挑拨离间，白乐，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白氏集团打下了江山，徐总功不可没，自然是最适合坐在总裁位置上的人。等我收购了白氏集团，明叔，你也是我叶家最大的功臣。哼，我看你们就是蛇鼠一窝，想让我卸任，想都别想。你们这么有底气，不会因为这两个人？何哥，何哥救我呀！救救我们！这俩废物谁呀？我不认识。叶恒，你什么意思？明明是你让我窃取白氏集团最核心的机密的。你谁呀？你敢诬陷我？这种事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去做？阿天，我们现在怎么办呀？叶恒，你知不知道，窃取商业机密一旦坐实要坐多少年的牢？你又在说什么？我怎么也听不懂啊！集团最核心的商业机密一旦泄露，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甚至集团都有可能不堪重负，就此破产呢。白氏集团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白乐，你不能因为一己私欲，不顾及我们这些股东的权利啊！明叔，你演技实在是太差了。白乐，你叶恒，就你还想收购白氏集团，你根本不够格。以白家现在的实力，我叶家想要拿下的确有点难度。不过，我能让你在顷刻之间遭受破产危机。你可以试试。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威胁了，
动手吧！我要让白氏集团这个庞然大物瞬间崩塌！啊！哼，少爷，出大事了！白氏集团最核心的商业机密，1分钟之内全部泄露了。百乐，你白家完了！百乐，我看你没了白氏集团，你还靠什么嚣张？叶恒，这就是你的手段？你还说你没有窃取白氏集团的商业机密？完了，彻底完了！快把股票都出掉！现在这个状况，我叶家想要收购你们白氏集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你还要垂死挣扎？白乐，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看你怎么收场！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什么事都没发生吗？少爷，我的演技还行吧？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怎么可能？有没有可能你拿到的那张最大的底牌是假的？张天，是你？你敢骗我？恒哥，我怎么敢骗你啊？那我问你，你给我那份白氏集团最核心的商业机密资料，我已经泄露出去了，为什么白氏集团一点事都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叶恒，还说你不认识张天，还说你没有窃取白氏集团的商业机密。白乐，你狗东西，你套我话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市最强律师董小姐。董小姐，像这种窃取商业机密的违法行为，一般要判多少年？3年以上，10年以下。叶恒，他确实也没有骗你，他给你的那份商业机密呢，也确实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从你开始布局窃取我们白氏集团商业机密的时候，我就在反布局。至于张天嘛，也是我故意放走，让他直接和你对接，也是为了拿到最有力的证据。至于你的操盘团队，我早就派人盯着了，现在应该戴着手铐等着跟你会合了吧？现在可是法治社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好说的？叶恒，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明叔，我们白家待你不薄，你却联合外人一起置白家于死地，还蛊惑众股东在那儿一起大闹一场。什么？明叔，您也老了，看在您和我父亲当年商场并肩作战的份上，小乐，我输了，明天我就提交辞呈。张天、夏柳、叶恒，你们3个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证据确凿，就此缉捕归案。人赃并获，我送你入狱。什么？叶恒这废物！怎么了？叶恒拿着张天从白氏集团盗取的商业机密，以我们叶家的名义直接跟白氏集团出手，失败了，败得彻彻底底。叶恒还没出手，就被人一锅端了。一锅端，这不就意味着白家已经知道张天背后的人就是我们叶家？你放心，幸好我还留了一手，现在白家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张天是我们的人。只要我们不承认，同时跟叶恒划清关系，这件事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必须得想办法缓和2家的关系。这还怎么缓和呀？联姻，必须联姻。张天背后的势力就是叶家，可惜这次没能抓住叶家的把柄。叶家，好大的胆子！所幸那份商业机密没有直接交到叶冠海手上，他们只能就此作罢。想必这段时间也不敢掀起什么风浪。不能就这么算了。张天窃取的商业机密，对我们白氏集团来说，那绝对是核心价值。如果被叶冠海拿到手，以叶家的体量和手段，一切顺利的话，极有可能将我们白氏集团吞并。他们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
如今叶家基业动荡，我打算给叶家再添一把大火。行，放手去做吧。爸，我想结婚。你小子又要当天狗给人家接盘？这次我要娶的是冯家的千金冯倩。冯家在她的带领下，3年的市值又翻了1倍，她真的很优秀。我想您一定会喜欢她的。唉，只要你在不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得到冯家的认可，我就同意这门亲事。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你再好好看看，琢磨一下这个方案，哪儿是那么容易的？一个小姑娘，真是。爸，你说句话呀！这个项目啊，我们不计代价也要拿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这是100亿规模的项目，我们冯家真的能够从这么多竞争对手当中拿到这个项目吗？无论如何，我都要拼一把。我相信我的方案一定能打动白氏集团。伯父伯母好。白乐，你怎么来了？快过来坐。啊，你来干什么？我来提亲。提亲？哼，就你这穷小子，还痴心妄想娶我女儿？爸，你怎么能这么说白乐？哼，我是不可能同意你跟这个毛头小子在一起的。哼，伯父，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我1个月内凑够500万，您就会让冯倩嫁给我。白乐，500万对于我冯家来说就是一笔小钱，但对你这个穷小子来说可是天文数字。你竟然还糊弄我啊！可是这卡里真的有500万。白乐，你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1个月内就挣到这500万？你该不会是借了高利贷吧？好啊，既然敢动这样的歪心思，啊，借高利贷当彩礼来娶我女儿，哦，娶到手之后就让冯倩再帮你把这笔钱还上。哈哈，你这个主意好得很呐！啊，伯父，按照你的意思说的话，我还不如直接让冯倩给我500万当彩礼，岂不是更划算些？你小子终于暴露，我就知道这笔钱根本就不是你自己赚来的。哎呀，爸妈，这500万真的是白乐卖项目方案赚到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冯倩，你怎么知道的？白乐，我担心你，所以就暗中调查了一下，你不会怪我吧？啊，不会怪你，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还好事先做了准备，不然冯倩能查到的肯定不止这些。倩倩，你还要帮白乐说话到什么时候？不信，你们可以查查这张500万存款的打款方，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这笔钱真的是白乐卖项目方案赚到的。哼，就算这500万是你自己赚的，你还是不配娶我女儿。伯父说的对，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根本不配娶冯倩。怎么吃软饭？羡慕嫉妒啊？你呀，也就这德行了。林帆，这是我家，出门右转，慢走不送。今天我来呢，是给你们冯家一个机会。你什么意思？蓝图项目对于你们冯家来说至关重要。我知道你们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可谓是倾其所有，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白氏集团的100亿项目，你们冯家可吃不下。呵呵，我冯家吃不吃得下，不是你说了算，反倒是你林家想吃还没得吃。是吗？蓝图项目的经理可是我的亲舅舅。伯父，
你现在还认为我们林家没有机会吗？什么？伯父，蓝图项目我可以拱手相让，只要冯家跟林家联姻，让冯庆嫁给我，等到我拿到了项目，我就让给你们冯家。你倒是挺大方，但是你能确定林家能吃得下这个项目？在白氏集团，单凭一个亲舅舅可不够。我不相信，单凭这层关系，你就能拿下蓝图项目。确实不够，但谁让我和白氏集团的白少爷是交好呢？林家能够拿下蓝图项目，不就是白少爷点点头的事儿吗？哦，你认识我？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还配得上我认识你了？那这么说的话，你和你口中所谓的白氏集团白少爷关系也没那么好。你懂什么？反正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蓝图项目我们林家拿定。哼！凭什么？就凭你空口无凭带来的自信？话别说太满，到时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要你们冯家拿不下蓝图项目，以后永无翻身之日。今天呢，我就给你们冯家一个机会，让冯庆嫁给我。哼！虽说白乐这穷小子不配娶我的女儿，但你林凡更不够格。就你这小子，林家迟早回你手上。哼！蓝图项目我一定拿下，你死了这条心。怎么还不走？继续留着当小丑呢？好，很好，你们以后别求着我。走。哼！白乐，你还在这里干什么？白乐，我现在必须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蓝图项目上，要不你先回去吧。王健，我承认你的方案确实很优秀，但这里面还是有些点需要优化一下。哼，就你这穷小子，知道什么叫项目方案吗？在这指手画脚。爸，白乐有他的想法，你就让他说说呀。行，坐。那我就看看他能有什么想法。第一个，产品定位，我们要定位到一个全球化。好，各位请坐。不愧是白氏集团的，这怕不是整个海市都在竞争蓝图项目吧？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林家，但这个蓝图项目的总经理可是林凡的亲舅舅，有这层关系在，只要林凡的方案达到了及格线，就等于内定了。哼，就林凡这毫无能力的混小子，让他靠关系又怎样？我女儿的方案绝对碾压他。爸妈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方案一定能打破一切，得到白氏集团的认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林氏集团上台介绍方案。我们林氏集团对于蓝图项目的方案，这个就是我们林氏集团对于蓝图项目的方案。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冯氏集团上台介绍方案。抱歉，等我拿下蓝图项目，我一定会让你跪下求我。到时候我会好好宠幸你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下面将由我冯倩代表我们冯氏集团阐述我们对于蓝图项目的理解。我认为，家电智能化的核心其实在于易操控。
冯氏集团的方案确实更符合蓝图项目，但无论这次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尽力了。是啊，就算拿不到这个蓝图项目，但以我们冯倩的能力，我们冯家也会逐步高升的。这就是我的方案。好。实在是太精彩了，各家的方案都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接下来便请评审团做出最后的决定。稍后10分钟，我们再公布结果。冯倩，我承认你做的方案很惊艳，但是这也是仅此而已。蓝图项目最终还是我的。冯倩，你的方案肯定能够拿下这次项目。白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都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我看你就混进来，你再不老实，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何总，您来的正好，这个人跑到咱们会场来捣乱，赶紧找人把他轰出去。闭嘴！何总，这是讨论出结果了吗？没错，我这就上台宣布结果。这么快？该不会真的是？爸妈，等何总宣布结果吧。我觉得冯氏集团的项目方案更加优秀。白乐，你就是一吃软饭的，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啊，你懂什么呀？偷跑到会场上也就算了，还敢在这装模作样！白乐，不得胡闹！白少爷这么说，一定是想把蓝图项目交给冯氏集团。还好，这也是我们评审团最终的结果。没错，白氏集团蓝图项目，冯氏集团方案更惊艳全场。那么，我要恭喜冯氏集团成功拿下蓝图项目。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不是说你100%能拿下这个项目吗？怎么，现在不行了？白乐，再说一遍啊！林帆，你在做什么？舅舅，不是说好蓝图项目给我的吗？你给我闭嘴！我就说我女儿的方案一定比你的好。白氏集团可不是你想靠个关系就能为所欲为的。林帆，你再敢乱说话！冯倩，恭喜你。白乐，也多亏了你的建议。冯总，金箔不让须眉，你的方案获得我们评审团一致认可，再次恭喜冯总啊！何总，我们冯氏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完成蓝图项目。冯总，我们这边还有几个重点需要我们简单的交接一下，你这边请。白乐，这张卡里500万，离开我女儿。小乐，这500万你就拿着吧，你和冯倩好聚好散吧。白乐，500万你都不为所动啊！啊，你这吃软饭的胃口还不小啊！怎么，你要给我加一些啊？你胃口还挺大，吃着冯倩的软饭还不够，还想吃我的？你好歹也是林家的大少爷，怎么这点钱都加不了啊？你还真想连吃带拿呀？我劝你赶紧拿着冯伯父的500万走人，反正你是得不到冯家的认可。这你说的可不算啊，反倒是你一直待在这儿死皮赖脸，不觉得膈应？哼，林凡，我是绝对不可能让我的女儿嫁给你这种成天混进各种娱乐场所的浪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底下做了什么。反观白乐，伯父，反观我怎么样？他虽然是个穷小子，喜欢吃软饭，但他至少还是个正常人。
伯父，你这夸奖我勉强接受吧。林帆，刚才在会场里，你一口一个舅舅的叫着，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何总交代吧。你要是还敢纠缠母亲，我们只好如实向何总交代。你这几天借着他的名号，在我们面前狐假虎威的事情，你，哼！爸妈，白氏集团表示，蓝图项目将由他们全力出资。真的吗，女儿？太好了！不过，以我们冯家现在的实力，确实是难以消化这个100亿规模的项目。只是这样的话，冯氏集团要让利2成。让利是应该的，至少我们能够顺利的拿下这100亿的项目。白乐，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家举办一个简单的庆功宴，你有时间一起吗？反正我就一闲人，都可以啊。不行，爸，我们能拿下蓝图项目，白乐也有功劳，吃顿饭怎么了？我不同意。哎呀，这大好的日子，你就别闹脾气了。吃饭可以，你小子敢动歪心思，我饶不了。伯父，冯家您说了算，我哪敢啊！走吧。伯母，你这手艺真绝了，比我吃过的任何一个饭人都要好吃。好吃就多吃点啊，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哎呀，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乱说什么呀？白乐这穷小子，除了穷，其他都挺好。白乐，我之前问你要不要进我公司的事儿，这么久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是。白乐，蓝图项目我正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胜任。冯倩，蓝图这个项目呢，对冯家来说至关重要，必须要绝对专业的人，不容有失啊。那你之前答应我进公司的事怎么办？你这臭小子，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的，给你安排工作你还不乐意了？伯父，我不缺钱。伯父，我不缺钱。你不缺钱，就是因为你没钱，我才没有同意冯倩跟你在一起的。你还跟我说你不缺钱？伯父，不管是500万还是5000万，我都不会放弃的。您就别拿钱来劝我了。怎么回事？爸，你是不是又为难白乐了？没有的事儿。这卡里的500万啊，是我给白乐的奖励。拿下蓝图项目，他也有一份功劳。这可是女儿你自己说的。我早就说过，白乐他很有能力，只是缺少一个施展手脚的平台。伯父，这钱我真的不能要。白乐，你就拿着吧。你这人啊，其实还不错。我还是那句话，臭小子，想让我把冯倩嫁给你，想都别想。爸，你这个人怎么阴晴不定的？变脸比翻书都快。好好的气氛又被你搞坏了。我的意思是，冯倩不能嫁给白乐，但是让白乐入赘我冯家，倒是有这种可能。入赘？臭小子，让你入赘冯家，还委屈上了？就你这穷小子，我给你个机会，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你休想再得寸进尺。不是，伯父，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是一脸的不情愿。如今我冯家拿下了蓝图项目，就是成功的攀上了白家。从今天起，我们冯家在海市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了。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跟我们冯家搭上关系？让你入赘冯家是你的福分，你还纠结上了？等等，爸，你同意我和白乐在一起了？哎，同意归同意，但是你可不能嫁出去。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宝贝的很呢。还不是因为看到你这么喜欢这个臭小子，
我也不好棒打鸳鸯。如今我们冯家背靠白家，女儿的婚事，我想做主我就做主。白乐，你还在犹豫什么呢？都听伯父伯母安排。入赘也算是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得到冯家的认可了吧？好，那就这么定了。从明天起，白乐就到公司上班，稳定之后再找一个时间，咱们把婚事定下来。干杯！干杯！爸，你少喝点。来，好。来。哎，行了，你们自己喝吧，我走了。爸，你少喝点儿。哎呦，伯父海量！你个死老头子！白乐，你也少喝一点啊。你慢慢吃，慢慢吃。那我就休息了啊。走，今晚上不醉不归啊。扛不动了。白乐，今天晚上我爸说让你入赘，你好像不愿意。入赘是不可能入赘的，不过你爸妈对我的态度有所改观，让我入赘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那你以后可得好好表现，争取早点把我娶回家。你就这么着急嫁给我？你个漏风的小棉袄！白乐，那你今天晚上一直灌我爸酒，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把你爸灌醉，怎么溜进你的房间？我想到一个让你爸妈同意嫁给我的方法。我也想。奉子成婚。你小子真不争气！都说了蓝图项目至关重要，让你跟进项目，给你表现的机会，你还不乐意了？白乐，你忘了你答应我要好好努力了。我这不是怕我的能力不够吗？能力够不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走吧。这要是身份暴露了，可怪不得我呀。从今天起，我们冯家站起来了。哎呀，收敛一点，瞧你那得意的样儿。白乐，我怎么觉得让你帮我完成蓝图项目，你好像有点不乐意？我这不是紧张吗？白氏集团每一位员工都这么有素养，还很热情，你紧张啥？伯母说的对。白乐，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和你打招呼呢？凡氏集团这个蓝图项目对于他们来说是核心项目，咱们能拿下它，人家给我们一点尊重，那不是应该的吗？对吧，伯父？没错，大家以后一起共事，职场中提前打好关系，那是很正常的。走吧。走。最终拿下蓝图项目的是哪家？是冯家。冯家？对。胡闹！白乐这小子怎么就改不了给女人献殷勤的德行？白总，冯家的方案最适合蓝图项目，您是不是误会了？白乐的人呢？让他赶紧过来。好。白乐，我怎么觉得
你对这儿好像很熟悉啊。啊，没有吧？白少爷，何总，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等等，白乐，刚刚何总叫你什么？何总的意思是，茶叶里加点白芍也会更好喝哦。哦，对对对，是吧，何总？我就是这个意思。茶叶加白芍，好奇怪的搭配。要不我们也试一试？好险，差点就暴露了。啊，什么事？白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你先过去，我马上到。白氏集团真是越做越大了。可不是嘛。啊，那不是叶家吗？他们来白氏集团干什么？还真是叶家。想当年，叶家和白家在海市平起平坐，更是我们冯家遥不可及的存在。不过现如今，叶家千疮百孔，而我们冯家背靠白家，说不定这海市的第二把椅子，最终会轮到我们冯家坐上。白乐，你刚刚偷摸跟何总说什么呢？啊，我之前那个500万彩礼不是和何总一起谈的项目吗？所以我俩关系比较好，一起唠点家常。家常？该不会是想让他给你找个老婆吧？怎么会呢？何总知道你就是我老婆。我才不是你老婆。白氏集团新立项的蓝图项目，就是冲着我们叶家来的。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拿下。白家已经明显知道了内情，怎么办呀？贤侄，好久不见！白氏集团在你的带领下，现在真的是蒸蒸日上啊！张芝，来打个招呼。说起来，你和白乐还是青梅竹马呢。白少爷好。什么？白少爷？什么？白少爷？贤侄，他们是叶总，有事吗？白乐，怪不得他们都叫你白少爷。刚刚我就奇怪，为什么我们路过公司楼下那么多人和你打招呼，你还真是深藏不露。抱歉，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你真是白氏集团的白少爷？伯父，我是。我竟然让白氏集团的继承人入赘我冯家！我的天哪！哎呀，这事儿你怎么好当众说出来？入赘？白乐入赘你们冯家？你们小小冯家好大胆子，竟然让白氏的继承人入赘！叶总，我入不入赘跟你们叶家没有关系。爸妈，看来你们想要的联姻还是没戏喽。联姻？叶家要和白家联姻？没错，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两家联姻的。白乐和冯家母女关系不一般，必须要让两人分开。白乐，怎么回事？难道你白家真的要和叶家联姻吗？那冯倩呢？你隐藏身份，到底想对冯倩做什么？伯父伯母，你们别着急，所谓联姻，只不过是他们叶家一厢情愿罢了。我想娶的人，从始至终只有冯倩。贤侄，你跟昭之青梅竹马，叶家、白家门当户对，只要我们联姻，整个海市我们就能一家独大。谁要和你一家独大？你叶家哪来的底气？你白乐，我知道你因为之前的某些事对我们叶家有意见，所以才打算通过联姻缓和两家关系。所以你们这是在卖女儿？这，你们家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呀？竟然需要靠卖女儿联姻来缓和关系？蓝图项目一旦开展，叶家的100年基业就会遭到沉重打击。看来两家的关系
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的地步了。我们叶家如何，还轮不到你小小的冯家指指点点。白乐不同意联姻，不代表白总不同意。豪门联姻再正常不过。联姻，你叶家想都别想。白总，爸，我叶观海，人在做天在看，做了什么我白家一清二楚。白伯父，难道真的是我爸妈他们做错事了吗？哼，连自己的女儿都瞒着，看来你叶观海也知道这事见不得人啊。所以说，所谓的联姻，不过是你们要卖掉女儿，委曲求全罢了。叶家请回吧，留给你的时间不多，请尽量做出反抗的准备吧。白姓宋，你什么意思？你说的。叶家窃取白家商业机密，从今天起，白家将给予全力反击。窃取商业机密？爸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哎呀，好自为之。我就说白乐这小子怪眼熟的，怎么就认不出他是白总的儿子呀？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儿子的真实身份，那我就敞开天窗说亮话。白乐，这蓝图项目给到冯家，是不是你私自做的决定啊？爸，这回项目方案的结果是经过评审团一致敲定的。冯倩是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白总，确实是冯家的方案最适合蓝图项目。白总，或许我冯家能拿下蓝图项目，确实有白乐的助力，但我相信我的女儿的方案也足以赢得这个项目。既然白总质疑我的能力，那不妨请一步，就由白总亲自见证我们冯氏集团最新的蓝图项目方案策划。好。白总，这就是我们冯氏集团最新的蓝图项目，不知您意下如何？好，很好，丫头，是我错怪你了啊！诸位觉得怎么样？好，好，我就知道我女儿是最棒的。为了这个方案，冯倩加班加点，人都憔悴了，好在不负众望啊！我宣布，蓝图项目正式起航。爸，我要娶冯倩。爸，您之前答应过我，说只要得到冯家的认可，就同意这门亲事。只要你在不公开身份的情况下得到冯家的认可，我就同意这门亲事。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冯总，冯家真是在不知道白乐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认可他这个女婿的吗？确实如此。我是让白乐入赘我冯家。入赘？我一穷二白，冯家让我入赘，不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胡闹！简直是胡闹！简直是胡闹！我绝不同意！我白星松的儿子怎么可能入赘？爸，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白总，你白家确实是高不可攀，但我冯家也不是非嫁不可。我就冯倩这么一个女儿，我还不想她受委屈呢。白乐和冯倩两情相悦，这也是当时我们让白乐入赘的原因呢。白乐是您唯一的儿子，您也不能棒打鸳鸯嘛。难道豪门就一定要门当户对才能联姻吗？冯倩，你放心，我非你不娶。误会，误会，你们都误会我了。我的意思是，白乐不可以入赘，但是我白家和冯家可以联姻的呀。
我白家8抬大轿迎娶冯倩不就完了吗？联姻，莲姻，爸，你同意了？白乐，我们好像不需要奉子成婚。两家联姻，大办特办。太好了，